老太婆啊，你都快入土了，还跟孩子抢仙缘。她年轻时不嫁人，老了倒想进仙门，让仙门养老送终。我身子骨硬了，心也没死，为什么不能求？嘴倒硬。站住！你多大年纪？78。青兰宗收徒，只测10岁至16岁。我知道。知道还站上来？退下，莫要耽误仙门正事。仙师，我等了78年，才等到青兰宗仙舟落在清平镇上。上一次你们来时，我还没出生，错过这次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不求仙门破例收我，只求把手放上去测一下。规矩就是规矩。那我只问一句，这杯测的是年纪，还是仙缘？放肆！顾长老，78岁，是不怕丢脸？怕，可我更怕死前惦记。让他测。长老，宗门规矩。测一下，不耽误时间。装的倒像回事。木火，极品木火双灵根。原来不是没有仙缘，只是仙门来得太晚。可惜他太老了。极品灵根自然难得，可他已经78岁了。凡人成年后，经脉定型寿元有限，顾长老，宗门资源不能浪费。我就说嘛，老了就是老了，有仙缘又怎样？年纪大了还是没人要。不如季党赐他些凡俗延寿药，也算仙门仁义。你笑什么？笑，即便有仙缘，也要赶早。长老，我知道自己78岁，知道经脉不如少年，知道寿元剩的不多，但是若我怕老，今日便不会站在这里。说得轻巧，入门名额、住处、阅历，哪一样不是宗门资源？那便按最低等弟子给。旁人给再多，我也不眼红。旁人能争的，我自己也可以争。半年之内，若我不能引气入体，不能入丹道，不能让丹峰觉得我有用，我自己下山。半年？你觉得以你这个年纪，半年能成功引气？我已经等了78年，再赌半年，不多。你可知丹道最重什么？是火候。火候重要，药性重要，灵根也重要。但丹道走到后面，最重一个稳字。78岁还敢站上测灵碑，这份心性，丹峰要了。顾长老，我丹峰收徒，何时轮到你替我做主？林清雅，你可愿入我青岩宗丹峰？愿意。仙门不是凡俗，入宗之后，没人会因你年纪大便让着你。我知道。极品灵根只是入门，站不站得住要看本事。那便看本事。极品木火双灵根又如何？78岁才入门，能不能引气都难说。若早60年测出来，丹峰怕是要当宝。现在嘛，林清雅，你虽由顾长老破格收入丹峰，但尚未引气入体，不入内门，不享真传分领，住处、月令、贡献点都按最低等新进弟子发放。何时可领？到丹峰，自有人带你去领。多谢。赵指示，给他安排药园旁的小院，先领新弟子份例。是。丹峰不缺会能炼出好丹的人，3日后到出火堂听课。是。极品灵根住药园边院，不然呢？他这年纪，总不能给他真传洞府吧？身份木牌，还有顾长老私下让我给你的，
10枚下品灵石，1瓶养气丹。丹峰规矩多，你凡族里做过药婆，但仙门丹药与凡药不同，切莫自作聪明。记下了，替我谢过顾长老。你说他多久能引气？1年吧，经脉都老成什么样了？最低等新弟子。火急了半分，草性未静，杂气还沉在丹里。听说极品灵根到现在还没吃丹，老人家胆小，怕把自己吃坏吧？少年经脉经得起杂气侵蚀，我却不行。你看，他灯还亮着，大概在背口诀，白日装镇定，夜里睡不着。现在不是着急的事。原来如此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宝物既能救命，也能招来祸端。上品，丹已成，该我了。好疼！还亮着灯，是不是开始服药了？我赌他3个月都摸不到气感。疼，不会死人。不能乱，要沉下心来。极品灵温又如何？木头再好，烧成灰也晚了。你看那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现在也没起风啊。那是谁的院子？刚入门那个林清雅。别乱动，阴气出差，你担得起吗？炼气1层了。林师妹，你引气了。3日引气，药田异动。林师妹，你这把老骨头倒是比年轻人还会抢风头。既然已经引气，丹峰不养闲人。东边3垄青草草，1日内除草，松土查虫。他昨夜才引气，气息还没有稳。丹峰弟子连3垄药田都弄不明白，还修什么仙？本月养气丹先领3枚。新弟子首月不是1瓶10枚吗？嫌少？不是嫌少，是嫌丹药炼制粗糙。你说什么？火候急了半分，草腥未去尽，杂气沉底。这样的丹，少年吃了只是排放浊气，我吃了会堵塞经脉。周管事若不想给我，也不必拿块报废的丹来欺辱我。林清雅，你刚入门便敢当众挑丹？丹是入口之物，肯定要挑。我78岁才入仙门，经脉确实老，可正因为老，我更不能把命交给1瓶浊丹。好，丹你可以不要，杂物照做。杂物我做，丹我可以自己想办法。弄坏一株赔1点贡献。虫已经进根了。这片田说月才查过，查叶不查根，药地里的草药迟早烂在底下。这不是杂物，这是坑。是坑也要踩过去。我倒要看看一把老骨头能硬到几时。怎么会有这么多？病在根里，叶面自然看不出来。周管事给你这片田，就是想让3日后夜间发黄，再说你毁田。那就让它黄不了。这片田比老弟子管的还要好，她真只是凡俗药婆。你真做完了？只是做完还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看见。怎么，坏了几株？1株未坏，虫害全清。3垄青蚁草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草药都已救活。活？药田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是根，是叶，是药性。周管事管药园，若只看田垄不看药根，迟早会耽误正事。周管事说，废丹房外有旧木香药班，新弟子多做点，就当熟悉药源了。白日3垄药田已经够重了。
去看看。废疗伤丹，看着都脏我的眼睛。废了药皮，丹心还没死。你想做什么？研究研究。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兑换？废丹练手练不好伤手，吃进肚子里要的是命。林师妹，你贡献本来就被扣着，换这个做什么？不是吃，不吃。文药、变性、粘粉、试水，凡俗药铺里坏药也要知道坏在哪里。10点贡献5枚，换走之后出示自担。换一包，挑最烂的给我。别人都怕烂，你专挑烂。烂到药性未死，才有研究的价值。10点贡献换5枚废丹，太亏了。亏不亏要看是怎么用的。废丹还能用？人病到快死，也不代表一口气都没了，丹也一样。第1枚焦黑入骨，药性死透。第2枚酸气外附，丹毒已出。第3枚火燥太重，碾碎外服也会灼伤皮肤。第4枚丹身塌散，药力走空。第5枚表面虽焦，内部并无太大损坏。止血散呢？我的昨日用完了，快去杂物摊换，等换回来的手都要废了。没事，小伤。我有药。别，你那些废丹不是让你吃，碾碎外敷。真止住了，这是什么疗伤丹？废丹防患的。废丹能有这效果？我炮制过。多少钱？3块下品灵石。这么贵？嫌贵？不贵。听说你给齐远用了废丹，你可试一下。废丹被你炮制好了？只是简单的炮制了一下。这药不伤人，能救急，但救不了命。齐远欠你一次，他付过一笔明明灵石了。那算我欠你一次。好。林师妹，听说你会把废丹炮制成药，有何事？大家都是同门，想跟你买2枚。没有。你一个老人家，身上带太多丹药也不安全，不如拿出来，让我们替你保管。周管事让你们来的。少胡说，我们只是想找你买2枚。你撒什么东西？防虫粉。放屁！他用毒。软筋草粉，半个时辰后自会解除。毒会要命，这个只是让你们少动些歪心思。跟他废话什么？抢了再说。抢什么？动手！他私卖丹药，先拿下他交给周管事。可周管事说的是问他怎么炮制废丹的。我的手！清水冲洗，半个时辰后痛感就会消失。他们同门切磋一下，是吗？是。林师妹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。那我也只是开个玩笑，回去告诉周显，想要我的法子，让他亲自来拿。林清雅，你私自炮制废丹，又用药粉伤同门，今日当众说清楚，你到底在丹里动了什么手脚？那药救了我的手臂，丹峰容不得来路不明的邪门手段。那就当众检验。你敢？这枚废疗伤丹，表面虽焦，丹心未死，外附可止血，内服才伤伤。
这枚氧气丹表面完整，得里杂浊，少年吃了只会气闷，年纪大了吃了会风脉堵血。周管事，你说哪一枚更害命？巧舌如簧，你一个刚入门的新人，凭什么判断丹药？氧气丹里怎么这么多杂质？那真是发给新弟子的月历丹吗？闭嘴！丹有没有毒，看看伤口上的情况就知道了。周管事，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？他私用废丹，本就该罚。能救人的丹，为什么要罚？把拙丹发给新弟子，这才该罚。火急草青杂陈，周显，你管药园10年，连这都闻不出，你闻得出，却照发。带走。林清雅，你以为丹峰只有我一个人看你不顺眼？那就让他们一个个来。废丹能炮制回来是本事，但这本事藏不住太久。那就趁藏不住之前先变强。陆师兄，周显栽了。陆师兄，周显栽了。谁干的？林清雅。请他过来。请。是。林师妹，早该钱师妹。陆师兄，莫变3日引气，又能炮制废丹，还把周显送进执法堂，实在让人意外啊！侥幸，一次是可切幸，接连几次便不是了。听闻你能把废疗伤丹炮制到可用，是如何做到的？去娇气，散浊味，留可用药性。说来简单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凡俗药铺里也有难炮制的药，凡药也配合丹药相提并论。凡人病了，吃凡药也能活，能救命的东西怎么就不配？你倒是有自己的理解。这炉昨日炼过霍须藤，你看出来的。霍须藤燥热，炉腹还压着一点燥气，若直接炼回气散，凝露花寒，冷热相激，火候要缓3分。还有这蓝茶，水热了半分，涩气压住回甘，若是我舌鼻，倒也够用。林师妹果然有趣。3日后出火堂开课前，正好有一场丹童初考。原本你刚入门，可以晚些参加，但你既是极品木火双灵根，又已引气，想来不愿被人看清吧？合什么？明日。好，明日我会亲自去观赏。回气散要控火，你会吗？不会。那你还答应他们？所以现在回去，今晚就学。明日就考，你连炉都没摸过，怎么考？先记药性：回气草青、凝露花寒、白石根沉。你在外面看炉影有用吗？比睡觉有用。今日考基础回气散，药材3份，盛1份便可通过考核。炸炉、毁药、药性错乱，皆不合格。林师妹，他再怎么看也不会自己变成丹。火大了！成散，成了，品阶也就普通。第一次开炉，普通还不够。停火！你在跟我说话？停火！再催3息会炸。你刚学会开炉，就敢教我1息，2息，自退！白石根粉，你做什么？半寸就够。你刚才怎么知道？闻出来的。顾长老，你出的手。是。为何出手？炉炸了会伤到我，只因会伤你，也会伤旁人。说说看。清寒是凝露花，焦甜是回气草被火逼过头，燥气藏在炉腹，
应是前一炉火性药材残留，寒燥相冲，他又催火过急，药气顶炉，所以会炸。你学过炼丹？没有。那你是凭什么断定的结果？药性。哼，丹峰不缺会背丹方的人，缺的是懂药性的人。从今日起，你可入旧藏阁一层，挑一本适合自己的主修功法。多谢长老。方才多谢。下次别人提醒你要听。天黑前出来，只能挑一本。青木诀入门稳，引火诀破境快。你木火双灵根，选哪本都不差。都是给年轻人走的路。你要看这个？这本没人练，不是不好，是撑不住。前期慢，修炼痛，损耗还厉害。年轻弟子练它，3个月不如别人1个月。我这年纪更慢，是吧？你若选青木诀，至少入门顺些。顺的路不一定能带我筑基，这路太苦。我来仙门不是为了挑顺的路。只能抄录第1篇，3日内还回原册，不得外传。明白。慢没关系，不能乱。第1页半周天，痛感还能接受。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练功。练功练成这样，赵执事说你昨日初考过了，今日杂物减半。知道了。林清雅，治经脉征痛的，还你人情。多谢。陆师兄炼丹术很高，你别总跟他对着来。是他总针对我。你连陆师兄的人都能收服？没有，只是来还人情。春灵灵机，1周天出城。林清雅，你第1场对曹明，练气1层打练气3层，还是个78岁的练气1层。这签抽的不太对，要不要找顾长老？小比能用丹药和药粉吗？只要不伤命，不用禁毒，都能用。那便能打。林师妹，那就擂台上见真章了。林师妹，你只有练气1层，而我已经练气3层。你若现在认输，还能少受点苦。练气1层打练气3层，1招的事儿。曹明轻身术了得，短棍也输，你正面对上必输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软筋草粉、迷木灰、低阶爆烟符、青木钉各1份。你确定用这些东西，即使赢了也不光彩？能赢就行。你全换了，后面修炼怎么办？先赢下小比再说。你这是准备斗法，还是准备开药铺？防身之物哪有嫌少的？你一个下品水木灵根，吃了也是浪费。借我2枚怎么了？那是我的月历丹。他叫许兆月，凡俗出身，经常被欺负。抢丹那个是陆师兄那边丹童的妹妹。把丹放下。林清雅，你还想管所有闲事？你要是把丹吞了，我现在就带你上切磋台。给你，谁稀罕？道歉。你别太过分。道歉。对不起，林师姐，多谢。下次有人抢，就喊得大声些。林师姐，我听见曹明买了清明符。清明符，专破药物迷目的。他说，只要破了你的药物，1棍就能把你打下台。那你刚买的迷目灰不就没用了？自然是有用的，
让他以为没用，也是一种用处。林师妹，听说你喜欢用药物，可惜没用。清明符专破迷目灰，他那些药粉算是废了一半。开始了吗？开始。说了没用，非然整理的坚定。他怎么还没下去？曹明灵力比他厚，拖下去也是他输。不对，你就这点手段？快认输吧！曹明，怎么回事？现在才起效，正好。你不是用迷目灰？迷目灰是给你看的。他早把软筋草粉藏在美部的落点下了。还急吗？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这些小把戏赢不了我。够用就行。清明符能破迷目灰，但是挡不住爆炎符。出来！什么东西？还打吗？曹明，我认输。林清雅胜，真赢了！炼气1层，浩赢炼气3层，真浩赢了。林师姐赢了。裁判师兄，林清雅用药粉扰敌，这算不算用毒违规？不错，我腿软的古怪，他肯定用了毒。许明，不可妄言，林师妹刚入门，或许只是分不清药与毒的界限。林清雅，你可有解释？我腿软到提不起轻身术，不是毒是什么？丹峰弟子用药粉不稀奇，可药粉和毒粉之间总要有界限。林师妹毕竟刚入门，或许只是分不清，还请解释一下。软筋草粉少量接触是会浑身发软，但半个时辰后会自解除，并不伤及经脉和丹田。你说不伤就不伤，可用灵力检验。丹田无损，经脉无伤。你如今只是腿软，灵力可乱。软筋草粉，贡献堂公开售卖。若他算禁毒，贡献堂为何会摆在台面上？真是贡献堂卖的。曹明自己用清明符克他药物，他用软筋草粉也没错吧？毒伤人根本，药极能治人，也能治人。我也请师兄验一样东西。何物？清明符残角。你什么意思？小比第1轮渐用2阶符，清明符虽是1阶，若加醒神砂过量，便属于2阶低阶。方才那张符清光过后，持续太久。将符纸残角交出来检验。林师妹药粉都验了，你符纸不能验。醒神砂超量，我不知道，符是别人替我买的。既然符有问题，按规矩责罚曹明便是。林师妹药粉无伤人根本，胜局自然有效。武烈，炼气2层巅峰，火球术连发最快的那个。他境界不如曹明，可火术专克药粉，你上一场的烟和粉都会被他烧散。林清雅，这一场我不近身，看你怎么撒粉。你做了什么？我看你能记几次。我认输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林师姐，下一场赵林。七月，
丹被换了。丹被换了。我去找裁判。不急，先打了再说。你还有一瓶。老人家出门总要多备一份保障，站到最显眼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举止怪异的人。你的那些小手段对我没用。我认输。林清养胜，入小比前10。这不是回气弹，下次再搞小动作，记得做隐蔽点儿。那东西都残缺成这样，拿回去糊窗都嫌破。他不会真想靠半张残方筑基吧？林师妹，你刚进前10，别乱选，完整单方更值钱。稳根基，压杂气。什么？这残液不像假的。不是假也没用，残破成这样，谁能补全？残破不代表没用。小比前10，可随丹峰采买队下山一次。黑市东西来路杂，出了宗门自行小心。记下了。白玉枝、地脉根、陈灵草。你能养低阶丹，突破境界的丹药，不知道能不能养。黑肚里别乱买，尤其残丹，10个摊子9个坑。你别光真要记住。记住了。再说一遍，黑子里别乱买，尤其残丹，10个摊子9个坑，剩下1个专坑熟人。你这个我听着更不放心。单独外服，药性散尽。哎，道友看看啊，你这不是来买东西的，是来拆台的吧？别看这个，废得太彻底。白玉枝、地脉根，还有一丝陈灵草的色。什么？什么价格？道友好眼力，这是上古破障丹，虽有破损，药性仍在，只要80下品灵石。上个月你还说它是玄元丹。小兄弟，你记错了。20，这可是上古丹药。哎，45，40， 35， 30给你。真买，30灵石几乎掏空你小笔奖励了。那个人真傻，30块灵石买个灰丸，都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，觉得会是意外之喜呢。你真觉得它有用？我有自己的考价。有人跟着。怎么了？有人跟着。哪儿？别回头太明显。我去叫人。不用，你去前面。那你呢？我慢些。你别又自己来。我自有分寸，你留下，只会让我分心。自己找死！老太太，把你刚买的木盒留下。只要木盒？木盒，还有你把废丹变好用的法子。谁让你来的？你问题太多了。炼气5层。现在知道，晚了。哼，炼气初期还敢玩声东击西？巷子窄，刀太长，并不是好事。找死！
是谁想要我的残丹？我年纪大，耐心少。有人出灵石，要你刚买的残丹，还要你炮制废丹的法子。谁？没见脸，只知道是丹峰的人。看样子高阶丹药也可以温养。你说，你花那么多灵石购买的废丹是为了什么？它可不是什么废丹，我可是会炮制的。可你等得起吗？所以不能单纯的等。林师姐，还有回气散吗？每日限购3份。我可以加灵值。就3份。青野草性温，凝露花偏寒，火虚疼燥，药性相重时，先看主药，再看火候，再看人。人？同一味药给不同的人用，轻重不同，丹也是一样。现在他也算是咱们丹峰的名人了啊！丹峰那边有人在打听你的小院，还问你每日出几份药散。丹峰那边盯上你了，有人在问你一日练几炉，夜里闭不闭关。他们还想动手。他们还想动手？说不准，但你越能炼丹，盯你的人越多。他们盯他们的，我冤我的。你都被劫杀过了，还能只顾炼丹？正因为被劫杀过，才更要炼丹，赚取资源修炼。我现在去调查，只会死得更快。那怎么办？赚资源，把境界修炼上去。从明日起，每日3份减成2份。少卖1份，会不会有影响？不会，正好剩下的时间我要进行修炼。继续闭关。林师姐，丹峰议事堂传消息，今年筑基丹名额要提前议定。筑基丹名额提前议定，肯定又有人要拿你年纪说事。林师姐，你要去争吗？争不是靠嘴说出来的，先把自己修为修到能争的地步再说。他最近连药田都少去了，怕是知道筑基丹轮不到他，着急了。炼气5层，今年就2枚筑基丹，不会真有人想给林清雅吧？听说他才炼气5层，现在不会给，以后也不会给的。他年纪摆在那儿了。你不听结果，不到炼气后期，听了也无用。林师妹，他说过，练功时不能惊扰。27眼，他在送一线。林师姐说，一线也是路。炼气6层了。听说筑基丹名额基本定了，是宋清和许明。林清雅再怎么是极品灵根，也才炼气5层，拿什么争？
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不急，着急也没有用。吃丹药啊！你还有丹药？不能吃整颗丹药。都这样了还不能？经脉压坏了，整颗丹药吃下去，药性过冲，会延缓经脉的修复。听说他闭关闭伤了，年纪大就不要那么拼。现在好了，给自己弄受伤了。火再小半分。炼气7层了。今年筑基丹2枚。名额真定了，那林清雅呢？哼，他就算炼气后期，又能走多远？筑基丹给他才是真浪费。林师妹，不会不服吧？宗门资源有限，总要给更有前途的人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何时说过一定要宗门筑基丹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今日当众说清楚。丹峰今年2枚筑基丹，我1枚不要。不要？没有筑基丹，他拿什么筑基？我自己想办法。说得好听，若你筑基失败呢？那是我命薄，不愿宗门。若我筑基成功，也请诸位记得，今日我没有抢谁的资源。林清雅，随我来。你手上有筑基丹？有1枚残丹。残丹筑基风险极大，所以还在炮制。几成把握？3成不到。3成不到，你还敢说自己背？现在我不会使用的。若再给我几个月，或许能到5成。5成，也是在赌命。不筑基，也是等死。筑基前捏碎，我替你护法。多谢长老。记住，丹可以用，根基不能虚浮。炼气未圆满前，不准筑基。是。还差一些。他真不要筑基丹？嘴硬吧？等筑基失败，就知道宗门丹药有多珍贵。你不是要冲击境界，怎么反而吃的少了？炼气后期了，气息虚浮1分，筑基时就会危险1分。我要的是稳固根基，不是拔苗助长。林师姐，药材放这儿了。炼气9层了。丹药温养的差不多了，就是修为还没达到圆满，还无法突破。陆师兄，他真有自己的筑基丹吗？有没有，很快就知道了。他已经7日没出门了，灯也7夜没灭。病这么久还没出来，不会是修行出了岔子吧？残丹筑基本来就是赌命。再压一遍。终于可以突破了。林师妹，可睡了？陆师兄，有事？听闻林师妹准备筑基，我特来送一瓶护脉丹。
林师妹在泡制药粉。筑基凶险，尤其你年纪大，经脉老，若丹药有误，轻则失败，重则伤命。不如把丹药拿给我看一眼，我也好替你把把关。陆师兄是丹峰长老？自然不是。那就不必了。自己的丹药何须他人查验？顾长老，弟子只是关心同门。关心到夜探女修小落。单给我看一眼。比宗门普通筑基丹品质更高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去闭关室。顾长老，弟子也可以护法。不必了。今天就麻烦你们了。林师姐，一定能成。对，一定能成。借你们吉言。开始了，别出声。这气息怎么一会儿像没了，一会儿又回来了？草怎么枯了？先死而后生，谁在筑基？这是什么异象？枯荣道基，储物。养气，你成了。好一个枯荣道基！林老太真筑基成功了。木无尊长，从今日起叫师叔。林师叔，78岁女修，极品木火双灵根。老年筑基，枯荣异象，倒是上好的药质。林师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药引成熟前，要先养着。